生儿，这4个童养夫里，你想选谁做你的未婚夫？生儿，顾家有祖训，女子若要继承家业，须择童养夫成婚，辅佐女君光耀门楣。我不是已经死了吗？怎么会在选夫？我竟然重生了！重生在挑选未婚夫的当天。我是顾氏集团的唯一继承人。10岁生日那天，爷爷在孤儿院为我精心挑选了4位童养夫，带回顾家。从那天起，我的眼睛就只看得见他。生儿，等你长大后，这4人之中，你嫁给谁，谁就能辅佐你掌管顾氏集团，继承1000亿资产。前世成人礼那天，爷爷问我想要嫁给谁时，我选了暗恋多年的齐墨寒。爷爷，我今生非齐墨寒不嫁。齐墨寒，你骗我！你假死，原来是为了跟林薇薇远走高飞。因为我从头到尾就没爱过你，成为顾家童养婿也是被逼的。我爱的人只有薇薇。直到一场大火打断了我们俩的争执。顾云裳，如果有来世，不要选我当你的丈夫，我只想和薇薇在一起。前世齐墨寒宁愿死都不愿意跟我在一起，可笑我暗恋他多年，都是一厢情愿的笑话。生儿，爷爷知道你喜欢墨寒，那你的未婚夫就定下他。不要，爷爷，我不选齐墨寒，我选他。我选段青野。段青野，这4个孩子中，整个江城都知道你和他从小就是死对头。只有他不务正业，多情浪荡，是个最不靠谱的公子哥。4位少爷到。齐墨寒，白月光，江宇，医学生，陆明，顶流明星，段青野，赛车手。爷爷，你们觉得段青野最不靠谱，玩世不恭，我倒觉得他以后会大有作为。前世在我婚后，段青野离开江州，白手起家，创立了整个江州最大的科技公司，跻身首富，震惊全球。爷爷，下个月我就要毕业，接手集团了。眼下比起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人，我更应该找一个得力的帮手。生儿，你要想清楚，一旦在婚约书上写下名字，就再也不能反悔了。我永远不会后悔。好，好，好。爷爷，我还有一个请求，请暂时保密我的选择。7日后的订婚宴，我想亲自公布未婚夫的人选。爷爷答应你。顾大小姐，刚才选了谁当你的未婚夫啊？这还用猜吗？从小到大，他眼里都只有墨寒，未婚夫当然只会是墨寒喽。是啊，云生、墨寒，到时候你们俩的喜酒，我可要多喝一杯啊！顾云生，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希望你放过我，另选他人。上一世他根本没有当场拒绝我，难道他也重生了？重活一世，你就这么迫不及待的想跟林薇薇在一起？顾家培养你这些年，你以为这个未婚夫是你想不当就不当的吗？我已经有了心上人，为了他，就算是得罪顾家，我也在所不惜。你就这么确定我选的人是你？
既然不是，那就请大小姐成全，放我心爱的人远走高飞。7天后是我的订婚宴，你们都到场候着。到时候我会亲自公布谁才是我的未婚夫。大小姐，对不起，莫寒不是故意为了我才当众拒绝你的。莫寒，你快跟大小姐道歉，你不必为了我得罪顾家。顾云生，这件事跟微微没有关系，是我执意要娶她。要罚你就罚我，别对微微太过分了。过分？我是骂她了，还是打她了？况且她抢走了我的东西，想一点代价都不付出，不可能。齐墨寒，你这么有骨气，要跟他远走高飞，那就把顾家这些年培养你的钱还给顾家，否则我们就法庭上倾诉。顾云生，你除了会拿钱逼迫我们，还会干什么？你如果执意要这么刁难我，你就别指望我再娶你。大小姐，求你不要迁怒齐少爷，他是你们顾家收养的，本来就没什么钱，都是我的错，有什么活冲我来。微微，谢谢。不用谢，下次擦亮点眼睛，选男人的眼光不好，看路的眼神也这么差。顾云生，别欺人太甚了。7日后我会跟你结婚，你如愿以偿得到我之后，就不要再欺负微微了。齐墨寒，你就这么笃定我重活一世还会选择你？既然已经选好了未婚夫，就没我们什么事儿了。走吧。段青野，你等等，1周之后我的订婚宴，你一定要来，知道吗？未婚夫又不是我，要我来干什么？你不来，顾大小姐不就少收一份份子钱了？不过你放心，就算我不来，也一定会准备一份大礼，祝贺你新婚快乐。这傻子，未婚夫就是他，还祝我什么新婚快乐？把这些全都扔了。扔了？小姐，这些都是齐少爷的东西，你平时不是最宝贝他们了吗？以前是以前，现在这些对我来说只是一堆垃圾，我已经不喜欢他了。小雨，我的琵琶去哪儿了？小姐，你忘了，齐少爷说林微微想弹琵琶，所以就做主拿去给他用了，还是你点头同意的呢。那琵琶是我母亲留给我的遗物，是我最珍贵的东西，林微微也可以用。小雨，你把这些扔了，跟我去把琵琶拿回来。大小姐从前对齐少爷言听计从，这次怎么忽然硬气起来了？莫寒，再过7天，你就要成为大小姐的丈夫了，我好怕，以后会永远失去你。微微，我就算跟顾云深结婚，心里也只有你一人。你放心，我已经想到了远走高飞的办法。远走高飞的办法就是假死骗我吗？微微，自从我在迎新晚会上看过你弹琵琶的风姿，就对你一见钟情。那时候起我就知道，这辈子你是我唯一要娶的女人。琵琶，林微微根本就不会弹琵琶。那次迎新晚会上弹琵琶的人，明明是我。微微，你帮我把琵琶收起来，我去趟教室，一会儿就来。是，小姐。
刚才是你在弹琵琶？是我弹的。这是我听过最美的琵琶曲，你可以给我一个认识你的机会。自从那天听过你弹琵琶之后，我就对你魂牵梦绕，这辈子我就认定只会娶你一个人。齐墨寒，原来你是因为把我错认成了林薇薇才爱上她的。齐墨寒，前世你为了林薇薇抛下一切，可到头来，连真正让你心动的人都认错了。你来这里干什么？我已经答应过你，7天后就会跟你结婚，你还想找薇薇麻烦吗？你是不是把我的琵琶给林薇薇了？没有我的允许，谁让你动我的东西的？把琵琶还给我！你那琵琶值几个钱？给薇薇用几天怎么了？你又不会弹，这么急着要回去干什么？墨寒，不要再为了我跟小姐吵架了。那琵琶我不用了，我去拿来还给大小姐吧。你身体不好，坐着休息。一个琵琶而已，谁稀罕？我去拿给她。莫妮卡，快到妈妈怀里来。大小姐，你看，这是我跟莫寒一起养的狗，叫莫妮卡，可爱吗？林薇薇，你明明知道我对狗毛过敏，你快让它离我远一点。看看，这就是顾家的大小姐，怎么跟条狗一样在地上趴着？林薇薇，把药给我，否则我就去告诉齐墨寒，你冒充我弹琵琶的事情，你既然都知道了。不过那又怎样？你觉得墨寒现在还会相信你的话吗？想要解药，只要7天后你识相一点，不要选墨寒，我就把药赏给你。还给我！小姐，不要推我！薇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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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云生，我没想到你这么恶毒。我都答应跟你结婚了，你居然还不放过薇薇！如果薇薇有事，我一定会给你算账。齐墨寒，你为了林薇薇这样对我，等你知道认错人那天，你该是多么的可笑！我怎么会在医院？小姐，你终于醒了，是段少爷送您来医院的。这是他留给您的哮喘药，您赶紧再吃一点，我去叫医生。这哮喘药是特制的，我的已经全都被齐墨寒踩碎了。段青爷怎么会随身带着这些药？齐墨寒，你放开我！你要干什么？齐墨寒，你到底要干什么？薇薇现在心脏大出血，情况危急。她是因为你才摔下楼的，你和她血型匹配，你必须对她负责。薇薇要多少就抽多少，不用管她的身体，只要薇薇性命无忧就可以。你如果执意要这样做，你一定会后悔的。只要薇薇能平安无事，我永远不会后悔。先生，这些已经足够了。保险起见，再抽多一点。
小姐，怎么回事？听说齐少爷为了林薇薇那个保姆，硬是抽了你1000毫升的血走。您对他那么好，他却这么伤害你，真是狼心狗肺。还不如段少爷，虽然看着不靠谱，但每次都在小姐最危险的时候出现帮助你。我是为您感到不值。这些年，您为他买房买车，陪他创业，您对他的好人尽皆知。可他呢？他不领情就算了，现在连您的性命都不顾了。7天后你们就要结婚，要是婚后齐少爷还这样，您该怎么办？谁说7天后我的未婚夫是他？我根本没有选他。齐大少爷，抽了我家小姐的血还不够吗？你现在还有脸来这里？我是过来想跟你家小姐赔罪道歉的。云裳，微微输血失败，需要进行心脏移植手术，医院没有合适的心脏源。我记得你有一颗备用的人工心脏。云裳，你能不能把这颗心脏给他？齐少爷，我家小姐有先天性心脏病，你不知道吗？这颗人工心脏是他父亲在世的时候倾尽所有资源，花了10年时间才研究出来的，世界上仅有1颗。你拿去给林薇薇，我家小姐怎么办？云生现在不是没事吗？薇薇现在有危险，她更需要这颗人工心脏。等微微度过这次难关，我会再找一颗还给你。找？你有多大能耐能找到？再说，我家小姐的东西，给林薇薇那个贱人用，她也配？你是什么东西？不许这么侮辱薇薇！齐墨寒，这颗人工心脏你想要，也可以，那就要看你能为林薇薇付出多少了。求顾大小姐成全。大小姐，你可千万别心软。你就这么爱林薇薇吗？错把榆木当珍珠。我真期待你知道真相后悔的那一天。我就知道大小姐心里还是放不下他。齐墨寒，我可以把这颗人工心脏给你。不行，大小姐，这可是你保命用的。云裳，我就知道，从小到大，只要是我提的要求，你一定都会满足。这颗人工心脏珍贵，我不能就这么白送给你。我要你答应我3个条件。第一，我要你去顾家祠堂跪3天3夜，以报顾家对你多年养育之恩。我答应。第二，无论最终未婚夫人选是谁，你这辈子都不得反悔。我答应。第三，7日后的订婚宴，你必须到场，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脱。我答应你，你放心，订婚宴我一定会按时到场，娶你。前世为了迎合齐墨寒的口味，我只穿裙子，从不化妆，打扮成乖乖女的样子，只为了能让他多看我一眼。薇薇，你过2天就要做心脏移植手术了，应该在医院好好休息。我想亲自来看看你穿新郎服的样子。我眼花了吧？以前怎么没觉得顾云生这么漂亮？她这身打扮简直跟换了个人一样，我都有点后悔娶不了她了。段青也没来。谁知道那家伙跑哪儿去了？整天神出鬼没的。不来就算了，反正明天的新郎又不是他。就是，我们几个都是陪衬。
只要我们的新郎莫寒在场就够了。这件是给新郎的订婚服，麻烦在袖扣上刻上 Q 字。我不喜欢在袖扣上刻字，改掉。不用听他的，就按照我说的去做。顾云生，只要你今天受伤，就没办法跟莫寒举行婚礼了。小心！你没事吧？我没事，只是脚。莫寒，我心脏好难受。是不是刚才被吊灯吓到，心脏病发作了？我送你去医院。看来你挑未婚夫的眼光不怎么样。谁说我的未婚夫是他？新婚礼物。小雨，把这个东西放到仓库里吧。这不是对治愈哮喘有极效的含髓玉吗？这种玉100年才能孕育出一块呢。小姐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东西放到仓库里面去？怎么不喜欢？偶然一次在拍卖会上发现的，不喜欢扔了就行。每次他都说偶然发现，我也真的信了。后来我才知道，他送我的所有东西，每一样都是费尽心思、耗尽人脉才能寻到的。我很喜欢，不过明天才是订婚宴，你现在送干什么？明天有事儿，不去了。不行，你必须来。怎么想让我明天亲眼看着你嫁给齐莫寒？只要你不怕我抢婚，我就来。只要你敢抢婚，我就跟你走。我会来的。听说顾小姐还没有公布未婚夫的人选，但肯定是齐少爷了。肯定啊，顾小姐痴恋齐少爷多年，整个江州还有谁不知道？莫寒，恭喜你啊！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高兴一点。等顾大小姐公布未婚夫是你，你马上就能继承顾家的1000亿家产了，到时候可真是飞黄腾达了。娶一个自己不爱的女人，再多的钱也没有意义。我心里只有微微。顾氏集团董事长顾怀远，顾氏千金顾云生到。今天欢迎大家来参加我的订婚宴。我顾云生将会在这4个童养夫里面选出一个男人作为我的未婚夫，与我一起继承顾家1000亿资产。进入我顾家门便是自家人。来人，把我给孙女婿备下的聘礼抬上来，让在场诸位都做个见证。现金10个亿，私人岛屿10座，豪华游轮20艘。除此之外，再额外赠送顾氏集团20%的股份。没想到她为了嫁给我，竟然下了这么多血本。莫寒，没想到顾家会为你准备这么多好礼，你以后不会爱上大小姐吧？微微，我不是那种世俗的男人，钱财是身外之物。你放心，我对你是真心的。我听到了什么？原来齐少爷不喜欢顾大小姐啊！那顾大小姐现在这样砸钱，不就是在靠家里的权势逼婚齐少？大家不要这样说我家小姐，她只是太爱莫寒了，所以用错了方式。微微，你就是太善良了，到现在还在帮顾云生说话。他为了向我逼婚，还有什么办法用不出来？是吗？
我还没有公布我的未婚夫是谁，你们就这么确定我要选的人是他吗？这还用确定吗？顾云生，你喜欢我这么多年，除了我，你还会选别人吗？我答应过你，只要你把人工心脏给了微微，我就会娶你。恭喜你，终于靠着这样的手段得到我了。你赢了。没想到齐少爷竟然不畏强权，对林小姐这么深情。我怎么觉得他是蠢呢？放着白富美不要，娶保姆。诸位，请安静一下。接下来我就要宣布我的未婚夫是谁。他是我的青梅竹马，我们虽然有过吵闹，但总能和好如初。每次在我受到伤害的时候，他总能第一时间赶来保护我。我在他的新郎服上绣了他的名字 Q， 这不就是齐慕寒的齐吗？恭喜你啊，慕寒！下面请我的未婚夫上台。我的未婚夫，他就是段青野。我的未婚夫，他就是……怎么回事？你们刚才听到未婚夫是谁了吗？好像是什么青，难道是段青野？不可能，顾云生不会选除了我之外的任何人做他的未婚夫。就是，整个江城谁不知道顾大小姐痴恋莫寒许多年，未婚夫一定是莫寒。段青野和大小姐从小就不对付，我宁愿相信大小姐选了我俩，也不可能是段青野。莫寒，既然你和大小姐的婚事已成定局，我祝福你们。顾云生，这种拙劣的戏码，你能不能别演了？要宣布就快宣布，不要装神弄鬼，给我和微微难堪。你是生怕大家不知道我是你的未婚夫是吗？齐莫寒，你哪只耳朵听见我叫你的名字了？顾云生，人尽皆知的事情，你在嘴硬什么？你以为你装出一副不选我的样子，我就会为你患得患失？我告诉你，绝不可能。爷爷，既然齐莫寒不相信，就把婚约书端上来。来人，请婚约书。传闻中，婚约书是顾家最重要的订婚信物，只要在上面写下名字，就绝不能更改。是啊，在顾家，婚约书比结婚证还管用呢。慢着，这婚约书我替你打开，省得你再装神弄鬼。等等，端过来，我的未婚夫自然该由我亲自宣布。顾云生，不过就是念出我的名字而已，你到底在拖延什么？这么久都不宣布，该不会未婚夫真的不是齐慕寒吧？不会吧？谁不知道顾大小姐暗恋齐少多年？如果更改未婚夫，岂不是狠狠打了齐少爷的脸？云生，一个订婚宴而已，别磨磨蹭蹭装神弄鬼的，赶紧宣布，别耽误大家的时间。你该不会真的没有选齐莫寒吧？哎呀，不可能，不可能，除非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住嘴！我家生儿到底选了谁，由不得你们在这胡乱猜测。只要打开婚约书不就知道了？麻烦将婚书投屏到大屏上，让大家好好看清楚，谁才配做我顾云生的未婚夫。怎么回事？抱歉，顾小姐，应该是刚才不小心将红酒洒上去了。无妨，生儿，既然婚书毁了，那便还是由你亲口宣布吧。想必现场诸位都知道，我暗恋齐莫寒多年。这些年，我为了他付出过，奉献过，却发现自己错付了真心。但从今天开始，我顾云生绝对不会再执迷不悟。今天，我的未婚夫不是齐莫寒，不是江玉，而是那个从小和我针锋相对，却总在我危难时第一个出现的人。我此生唯一的丈夫段青野。
怎么可能？怎么会是段青野？他们不是死对头吗？哦，我知道了，一定是莫寒今天把小女友带来了，咱顾大小姐面上挂不住，只能拉着段青野挡枪。没错，待会儿散场了，咱顾大小姐准得哭着求莫寒再娶她。莫寒，我就知道大小姐还是要选你的，她才没那么好心成全我们。我早就猜到了，她绝不可能那么轻易放开我。爷爷，既然他们不信，不如由你亲自帮我宣布吧。好，乖孙女，诸位，今日我顾家的孙女婿就是段青野，从今以后，他将与生儿共同执掌顾氏集团。老家，我是不是喝多了出现幻听？刚才顾老爷子说顾云生要嫁给段青野，要么是我们喝多了，要么就是他顾云生疯了。你们没听错。我顾云生的未婚夫就是段青野。顾云生，你的未婚夫明明选的是我，你不要为了赌气说这种根本没人相信的话。对呀，云生爱莫豪爱了那么多年，追在身后赶都赶不走，怎么可能转头就嫁给段青野？要我说，这八成是爷爷陪顾云欣演的双簧。谁不知道爷爷最宠他？他说什么，老爷子能不顺着他演？你们不信，我信。顾云生，你眼光倒是忽然变好了。这是前段时间去了趟眼科，现在总算能分清榆木和珍珠了。齐墨寒，你还记得这个吗？这是顾家当年收养你时签的合同。你拿这个干什么？你又想跟以前一样，拿顾家的收养合同道德绑架我？不，我不会再像从前那样傻了。当年顾家收养你有2个要求：一，永远忠于顾云生；二，这辈子非顾云生不娶。这2条你1条都没有做到。你之前不是总求我放你和林薇薇远走高飞吗？今天我就满足你。天哪！顾云生竟然真的把合同撕了！这份合同一旦撕毁，莫寒可就跟顾家永远没有关系了。顾云生这次不会是来真的吧？顾云生，你疯了吗？我都已经答应娶你了，你非要当众撕毁合同，有意思吗？我只是在成全你和林薇薇，你不应该高兴吗？怎么，你该不会是舍不得顾家女婿这个头衔了？我只是怕你又在耍什么花招，等我当真了，你又反悔。你放心，我这辈子要嫁的人只有段青野。整个江州谁不知道段青野？一个风流成性的浪荡子，你为了气我，连他这种人都肯嫁，顾大小姐还真是豁得出去啊！顾云生连我这种浪荡子都肯嫁，那你岂不是连我这个浪荡子都不如？我最后问你一次，你确定要嫁给他？确定。好，很好，希望你将来别后悔。齐墨寒，该后悔的人是你。墨寒，你怎么了？大小姐都成全我们了，你怎么还不高兴？快谢谢大小姐啊！顾云生，记住你今天说的所有话，以后不要又死缠烂打，逼着我娶你。齐少爷多虑了，以后我不会让我的未婚妻惦记除我以外别的男人。倒是你，记住今天说的话，以后不准靠近我未婚妻半步。爷爷，我知道在您眼里我不是最优秀的选择，但您放心，我会用余生来证明今天云生的选择绝对没有错。好，青爷，以后我就把生儿托付给你了。未婚妻，我们走吧。行了，戏演到这儿就够了。我知道你刚才选我是在跟齐墨寒赌气，这件事我会帮你保密。虽然你挑男人的眼光一向很差，但这次别再回头选齐墨寒那种人。所以这次我学聪明了，选了个更好的男人，就是你啊。你是认真的？当然。为什么是我？你长得帅有实力，不行吗？你怎么这表情？你该不会是不想娶我吧？算了，既然你不愿意娶我，那我只能去問問陆明和江宇他们了。
顾云生，既然选了我，就别想反悔。顾云生，我最后问一次，你确定要和我领证结婚？段青野，从昨天晚宴结束到现在，你已经问了我很多遍了。现在不过是第108遍。我在这工作这么久，还没见过这么腻歪的小两口。小伙子，人家姑娘都跟你到这儿了，还能跑了不成？段青野，都要结婚了，夫妻之间能不能有点信任？恭喜二位。我替你保管，以后不会再给你后悔的机会。我才不会后悔，前世和齐墨寒结婚才是真正的后悔。我先回去收拾行李，要搬去婚房的东西有点多，晚点我们婚房见。好，我等你。恭喜少爷新婚大喜！老爷夫人看到新闻，已经为你们准备好了家宴。您看什么时候带少夫人回京市？再等等吧，少爷，您走丢了20年，5年前老爷夫人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可您为了顾小姐，隐藏您京圈太子爷的身份，宁愿在江州当个赛车手，也不回薄家继承家业。我怕您再不回去，老夫人真的要动怒了。他们都不喜欢我，都讨厌我。那我的手帕给你，以后我就是你的家人啦。他们要是敢再欺负你，和我说，我保护你。等他真正接受我，我会带他回家。你们快看热搜，顾云生宣布半个月后要和段清月举行婚礼。此外，顾云生还表示，相信在段清月的协助下，顾氏集团将迎来全新的发展格局。顾云生不会真的要嫁给段清月了吧？前世顾云生爱我爱到为我守一辈子寡，怎么可能真的愿意嫁给段清野？他就是看我最近心思都在微微身上，和我赌气罢了。况且段清野不过就是个一事无成的废物，故事交到他手里，怕是连3个月都撑不住。就是，那小子除了会耍帅玩车，连份正经工作都没有，还指望他管理顾氏？可不是嘛，哪像莫寒，华尔街抢着要的金融天才。我赌不出3天，顾大小姐就得哭着来求你回去。顾云深那个贱人倒是会欲擒故纵，让莫寒突然对他念念不忘。不行，得尽快和莫寒订婚，让顾云深彻底死心。哟，你的小情人来了。行了，我们先走了，不打扰你们的2人世界。莫寒，现在终于没有人能分开我们了，我们订婚好不好？不然我怕以后小姐后悔，又缠着你不放。莫寒，你怎么不说话？你不是一直都很想娶我吗？再等等吧，微微，现在还不是时候。我怕顾云生到时候反悔，逼我娶她。我现在给了你承诺，万一又做不到，让你白开心一场。齐莫寒，你哪里是怕顾云生反悔，你根本是舍不得他了。齐莫寒，我为你付出了那么多，不管怎样，你必须娶我。莫寒，看累了吧？快喝点水。莫寒，你怎么了？顾云生，莫寒，莫寒，你昨晚喝醉了，一直拉着我不放，我们俩已经……莫寒，我本来想把我的第一次留在我们的新婚宴，但是昨晚却……莫寒，你会对我负责，娶我的，对吗？微微，你放心，我会对你负责的。再过几天，我们就订婚。正好明晚江州有场拍卖会，你想要什么钻戒，尽管去挑。莫寒，你对我真好，你让我知道了，我绝对没有嫁错人。
这一对琵琶名为长相思与长相守，是老爷夫人一起亲手打造的定情信物。如今长相守在这儿，可长相思随着夫人去世却流落在外。长相思会出现在明晚的拍卖会上，但前世我的心思都扑在齐墨寒身上，错过了拍卖会，没有拍回这把琵琶。1个亿，成交！恭喜薄先生。这一世，我绝不会再让爸爸妈妈的琵琶落入他人之手。等等，这条裙子怎么了？不好看吗？我只是在想，等会儿得有多少人羡慕我有这么漂亮的女伴。莫寒，我这样穿好看吗？顾云生，怎么，齐先生能带着小女友来拍卖会，就不许我们新婚夫妻来凑个热闹？小姐该不会是知道我们要来，特意带着段少爷来让莫寒吃醋吧？可惜啊，莫寒心里只有我，怎么会为不相干的人吃醋呢？是吧，莫寒？林小姐想多了，我不要的二手男人，有人捡去当宝贝，我祝福还来不及呢。莫寒，顾云生，我今天来是给微微拍卖婚戒的，我马上就要跟微微订婚了。微微，你放心，我一定会拍到你满意的钻戒，向你求婚。那二位订婚的时候，记得给我们发请帖，我一定会带着厚礼亲自到场祝福。这里空气不好，有股垃圾味儿，我们进去吧。欢迎各位来到江州拍卖会，接下来是1号拍品蔷薇之心粉钻，曾属于英国王后。3000万。段青言，这是我拍给我女朋友的，你凑什么热闹？巧了，我也缺枚婚戒送给我的未婚妻。你一个赛车手哪来这么多钱？别打肿脸充胖子，最后还不是要用顾云生的钱。小姐，如果你也想要这婚戒，我可以让给您的，何必让段少爷替您出这个头呢？毕竟段少爷只是个靠顾家施舍养大的孤儿，哪来的这么多钱呀？你不用为了我跟他赌气，拍这么贵的钻戒，况且你没这么多钱。别担心，我有钱。齐墨寒，你还敢跟吗？4000万，1个亿。段青言，这可是1个亿。顾云生，你为了跟我赌气，花1个亿抢我的婚戒，还真是有能耐。莫寒哥哥，这明明是我先看中的。没事，微微，我待会儿给你拍下更好的。 1个亿1次，1个亿2次，成交。算了，自己选的男人，再费钱也得宠着。放心，不会花你的钱。这枚婚戒很适合你，收下吧。各位贵宾，接下来是今晚最特殊的拍品——紫檀木琵琶长相思。此琴为顾氏集团家主在他夫人生辰时命800匠人精心打造，以示夫妻恩爱，故名长相思。顾氏集团家主和夫人意外去世后，3年前意外流落民间，今日重现于世。妈妈，这些亮晶晶的石头是什么呀？这是24颗最上等的帝王绿翡翠，每一颗都价值连城。生儿答应妈妈，永远都要好好保管它。这件承载着坚贞爱情的珍宝，起拍价3000万，5000万。莫寒，你常说喜欢听我弹琵琶，我就忍不住想，若是能有把属于自己的琵琶，就能随时弹给你听了。好，只要你喜欢，我就为你拍下来。6000万，7000万。顾云生，你又不会弹琵琶，不如把它让给微微。让？齐莫寒，这些年我让给他的还不够多吗？8000万。点天灯。你疯了！这可不是小数目，你哪来这么多钱？段青言，就
就你那点出息，连赛车的车都是顾家提供的，现在装什么豪门点天灯？还有你顾云生，你为了气我，连这种虚荣的男人都看得上。顾大小姐的眼光真是越来越让人大开眼界。莫寒，小姐向来大方，说不定就喜欢帮齐少爷填补亏空呢。是啊，我能为我的男人买单，你能吗？能看到某些人气急败坏的样子，这钱花的值。今天就不劳我老婆破费了，我只是看不惯别人惦记属于你的东西。谢谢。诸位贵宾，现场所有拍品都可以带走，唯有这把琵琶。根据顾夫人的遗嘱，竞拍者必须现场演奏一曲，以证明配得上这把绝世琵琶，方可带走它。现场演奏，顾夫人可是享誉国际的琵琶演奏家。刚才竞拍的正是顾夫人的女儿顾家千金，想必她女儿定能得顾夫人真传，弹出一首好琵琶曲。是啊，顾小姐今日能让我们大饱耳福了。顾云生怎么可能会弹琵琶？完了，要是让这个贱人上台弹琵琶，莫寒就会知道迎新晚会上我冒充顾云生的事儿了。下面让我们掌声欢迎刚才的竞开者顾家千金顾云生上台演奏。慢着，小姐根本不会弹琵琶，凭什么能带走长相思？我认识小姐10多年，从没见小姐弹过一首琵琶曲子。小姐她其实连最基本的指法都不会。小姐，我知道你因为莫寒喜欢我的事，一直心里有气。只要是莫寒送我的东西，都会被您抢走。可这次拍卖会，婚戒你已经夺走了，求您把夫人的琵琶留给真正会弹的人吧。我就说，顾云生怎么可能会弹琵琶？想当年顾夫人弹的琵琶曲，那叫一个绝。没想到亲生女儿竟然是个音痴。是啊，不会弹琵琶就算了，还这么仗势欺人，她也配当顾夫人的女儿？顾云生，你别闹了，不会弹就不要跟微微抢这把琵琶，赶紧下来。齐梦涵，你怎么知道我不会弹琵琶？你有真正了解过我吗？会什么？喜欢什么？你从来都不知道，那凭什么要求我把琵琶让给林微微？不管你们说什么，今天我必须弹完这首曲子，把这把琵琶带走。微微，不用管他，这把琵琶只属于你，你上去弹，剩下来的交给我来负责。是我点的天灯，拍卖会现在由我说了算。我允许他上去弹了吗？顾云生，你不是一直想找到母亲的遗物吗？现在就证明这把琵琶是你的。顾云生，难道你真的会弹琵琶？不好，万一被莫寒知道顾云生会弹琵琶，那我冒充他的事情不就暴露了？莫寒，我心脏突然好痛，该不会是又犯病了吧？我送你去医院。段青野，我今天新学了一首曲子，你帮我听听。我听着呢。哎呀，又弹错了，妈妈弹的可好听了，我怎么就学不会呢？笨蛋，谁让你一次练一整首的？从第一小节开始，我陪你。这么多年过去，你弹琵琶的技术是越来越好了。当然啦，有你这个严格的陪练在台下，我可不敢弹错，不然又要跟你弹额头了。太子爷已经按照您的吩咐，将刚才拍下的所有东西送到顾家了。太子爷，太子爷，你认错人了吧？现在的工作人员真不专业，随便拍了几件小玩意儿就把我当成什么太子爷。是，认错人了，我这就走。也是，你要是太子爷，那我不就是太子妃了？行，我的太子妃，我们回家吧。微微，拍卖会上没抢到那枚婚戒，我让他们全程调货，把全江州最美的钻戒都送来了。莫寒，你对我真好。你挑挑，喜欢哪一款？我喜欢这款。就这个，刷卡。齐先生，这张卡显示已经冻结了。不可能，这些都是顾云生给我的副卡，他不可能没钱的。再试试。非常抱歉，齐先生，您名下所有账户都显示已经被冻结了。什么？怎么回事？
么？怎么回事？小雨，把这些年我送给齐墨寒的所有副卡全部停掉。小姐，怎么这么突然？他借花献佛，拿我的钱在拍卖会上给林薇薇买婚戒，在拍卖会上装大款，真是给他脸了。既然他这么宠着林薇薇，就让凭自己的本事赚钱去宠。好的，小姐，我立刻去办。怎么了，慕寒？顾云生把我的卡全停了，估计是拍卖会上吃醋了，跟我闹脾气。他以为这样就能逼我回心转意，天真。顾云生该不会以为全天下就他顾家是有钱人家吧？慕寒，你知道金圈薄家吗？那才是真正的豪门望族。金圈薄家？那薄家就算是一个普通下属，身家都比顾家还要丰厚。正好我认识薄家太子爷的一位得力下属，到时候我引荐给你们认识。只要我们能搭上这条线，赚到了钱，他顾云生就再也没法拿钱逼迫我们分开了。慕寒，这位就是我昨天和您提到的太子爷的得力下手程总。程总您好，请坐。齐先生年轻有为啊！我之前就听说齐先生是位还没毕业就被华尔街抢着要的金融天才。程总过奖。听说齐先生最近资金周转有些困难，我呢愿意提供帮助，不过我不做赔本买卖。我们需要签个对赌协议，1年后齐先生需要连本带利归还3倍资金。3倍？莫寒，人家就想要一个像样的订婚仪式嘛。再说了，以你的能力，这些钱肯定赚得回来。好，我签。程总慢走。薇薇，谢谢你。3天后我们就举办订婚仪式。欢迎大家3天后来参加我跟莫寒的订婚宴。不想看可以屏蔽。为什么要屏蔽？我不仅不屏蔽，我还要去。我可是为他们2人准备了一份大礼，要亲自送给他们。你该不会还对那个姓齐的念念不忘，准备去抢婚？段青言，你脑子里整天都在想什么呢？我俩刚领完证，我抢哪门子婚？那你最好时时刻刻都要记住，你现在已经是有夫之妇。他最近怎么了？怎么跟吃了枪子儿似的？齐少爷对林小姐是真爱啊，顶着顾家的压力也要娶林小姐，还给林小姐办这么盛大的订婚宴。恭喜你啊，莫寒，终于摆脱了顾云生，脱离苦海，抱得美人归了。顾大小姐是江城出了名的骄纵跋扈，林小姐温柔体贴，我要是齐少爷，我也选林小姐。说起来，当年迎新晚会上一见钟情的琵琶美人，兜兜转转还是回到了你身边，这缘分命中注定啊。顾云深，你就算是顾大小姐又怎样？你的男人还不是被我抢走？很快我就是名正言顺的齐太太了。各位来宾，欢迎大家前来参加齐先生和林小姐的订婚宴。下面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今晚的主角。顾云生。是顾云生，他该不会还对齐少爷念念无忘，跑来闹事吧？齐少爷和林小姐都要订婚了，他哪来的脸闹？你来干什么？一位是我顾家养了10年的男人，一位是我顾家养了10年的佣人。这么精彩的订婚宴，我作为顾家的女主人，怎么能缺席呢？小姐，我知道您一时还放不下莫寒，心里难受，但我和莫寒马上就要订婚了，求您别再来为难我们了。顾云生，你要是还有点脸，就赶紧离开。离开？你有什么资格叫我离开？放在古代，你们2个人结婚了，还要给我这个当主子的磕头敬杯茶呢。你今天过来究竟要干什么？别这么紧张，我既然答应过会成全你和林薇薇，就不会出尔反尔。我今天过来，不过是想问你几个问题。
你想问什么？齐墨寒，从你踏进顾家的第一天起，我拼了命的对你这么好，只要你想要的，我能给的我都会拼命给你。但是这些年，你对我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动心。直到有一天，你突然间就爱上了我的佣人，我真的很好奇，他到底哪点吸引了你？这个贱人到底想干什么？小姐，感情的事是勉强不来的，您这样逼迫莫寒，我问你了吗？我让他说。从迎新晚会那天起，我就爱上了他。就因为他会弹琵琶？没错，现在没有人能阻拦我娶她，就算是你也不行。白马王子爱上灰姑娘的故事还真是令人感动啊！各位，既然他们二人因为一首琵琶曲结缘，不如现在就让林小姐再弹一曲，让大家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天籁之音，能让齐先生神魂颠倒，抛弃我这个顾家大小姐，反而选择一个保姆。是啊，林小姐，不如就弹一曲，让我们开开眼界。能让齐少爷一见钟情、念念不忘的琵琶技艺，想必是惊为天人啊！莫寒，今天是我们订婚的大日子，要不还是改日再谈，免得耽误时间。你是怕耽误时间，还是你根本就不会？顾云生，微微会不会弹，我比谁都清楚，你别在这刁难她。是啊，云生，你何必自取其辱？当年莫寒可是亲眼看着林小姐弹着弹的琵琶。就是，不然莫寒怎么会对林小姐一见钟情啊？你确定那天亲眼看见的是林微微在弹琵琶？林小姐，既然某些人不见棺材不掉泪，你不如就上去弹一曲，让大家开开眼，什么叫真正的实力？莫寒，我……微微，陆明说的对，你上去弹给他听听，也好让他真正死心。这弹的什么啊？我家孩子学3个月都比这强。就这水平也能让齐少爷一见钟情，怕不是耳朵有问题。陆明，引子该用轮针起音，你这刮弦手法连入门都不算，3弦定调低了半度，2弦泛音位置全错。顾云生，你装什么懂行？你又不会弹琵琶，在这指手画脚什么？就是，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你会不会弹琵琶，我们还不知道吗？我今天就是太紧张。糟了，要是被莫寒知道我不会弹琵琶，就彻底完了。你别说，被顾小姐指点2句，确实比刚才好点了，可还是差远了。这水平连业余都算不上。齐少爷当初是怎么被他迷住的？他为什么这么平静？顾云生，你不过是瞎猫碰上死耗子，碰巧说对几个指法罢了，装什么行家？就是，你要是真会弹，就自己上去弹一曲啊，光嘴上说算什么本事？是啊，顾大小姐既然要真会弹琵琶，就上去弹给我们听听啊！就是，也好让我们看看顾家大小姐真正的实力。顾云生，你有本事自己上去弹，不要随意诋毁微微。你以为这样我就会回心转意爱上你吗？好啊，我弹就我弹。怎么，怕了？顾云生，你到底想干什么？你非要把我的订婚宴毁了才甘心吗？你的未婚夫是怎么抢来的？你不清楚吗？齐墨寒为什么会喜欢你？你也不清楚吗？齐墨寒，你说你在迎新晚会上对林微微一见钟情，我接下来要弹的这首，是不是那晚你一见钟情的定情曲？什么情况？顾大小姐竟然真的会弹琵琶，还弹得这么好！你们听出来了吗？顾小姐弹的这首琵琶曲，跟当年迎新晚会上弹的简直一模一样。原来迎新晚会上弹琵琶的那个女孩就是顾大小姐。原来我一直都认错了人，那个我爱了2辈子的女孩，不是林微微，是顾云生。
齐墨寒，我送你的新婚礼物，喜欢吗？云生，大学迎新晚会上弹琵琶的原来是你。你现在问这句话，不觉得太晚了吗？什么情况？墨寒，你一见钟情的琵琶女神，竟然是你最讨厌的顾云生！你竟然把林薇薇认成顾云生，还爱了这么多年！知道我认错了人，你为什么从来都不告诉我？告诉你，你会信吗？从你踏进顾家那天起，你有把心思放在我身上过吗？哪怕1分1秒。云生，以前我总不明白，为什么我对你这么好，你还是这么厌恶我。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原因不在我，在你，因为你是我的童养虚。长大后，你要成为我顾家的赘婿。在我面前，你始终觉得自己低人一等，你那份可怜的自尊，绝不允许自己爱上我。所以你总是高高在上的拒绝我，一次次凌虐我的自尊，想让我和你一样痛苦。是，你说的没错，我怕被人嘲笑。我不过是顾家给你养的一条狗，所以我从来都不敢让自己喜欢上你。但当我刚才知道你才是那个让我心动的女孩，我根本做不到对你放手。云生，我们忘记过去，重新来过好不好？你不是一直都很喜欢我的吗？我也知道了，我真正爱的人是你，我们可以重新在一起。齐墨寒，你忘了吗？我已经订婚了。订婚了也可以取消婚约，段青野那种人根本配不上你。我给你人工心脏的时候，你还记得其中一个条件吗？无论我的未婚夫人选是谁，你这辈子都不得反悔。这个条件是你自己亲口答应我的。无论最终未婚夫的人选是谁，你这辈子都不得反悔。好，我答应你。云生，我后悔了。来不及了。还有，你凭什么认为，在你做了那么多伤害我的事情之后，我还会喜欢你？我知道以前是我混账，但你相信我，我真的知道错了，以后我一定会弥补。够了，我和段青野的婚事已定，绝不可能因为任何人、任何事改变。祝福你，自由了。云生，墨寒哥哥，我给10年后的你写了一封信，等到10年后我们都长大了，你才能打开哦。好。墨寒哥哥，10年后我就20岁了，20岁的顾云生要嫁给20岁的齐墨寒，等到那天，你一定要记得来娶我哦。云生，我绝不允许你嫁给别人。前世顾云生为了我守一辈子寡，他那么爱我，不可能就这么不要我了。云生，云生，深更半夜的，你来闹什么？爷爷，你能不能告诉我云生在哪儿？我想见他一面。云生和青野马上就准备结婚了，你见他干什么？我想挽回他。哼，挽回？当年我把你接回顾家，你亲口对我承诺会一辈子对生儿好。你聪明也有才能，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把你当亲生儿子来养。我原本是真的想把生儿嫁给你，可我没想到，我心疼都来不及的乖孙女，在你那儿受了这么多委屈。对不起，爷爷，你给我个机会，我以后一定……够了，不需要了。既然云生已经选好了未婚夫，顾家不再养闲人，更不养忘恩负义的白眼狼。从今天开始，你和顾家再也没有任何关系，请你立刻离开。爷爷，
莫寒，我给你打电话不接，发信息也不回，你能不能跟我几分钟，让我解释清楚？解释什么？解释你不是故意要冒充云生的。如果不是你一直欺骗我，我怎么可能会错过云生？我是冒充他了，那你呢？就因为我不会弹琵琶，你就不爱我了？难道这些年我们的感情都是假的吗？够了！收起你这副恶心的嘴脸。还有，明天我会给你预约心脏手术，云生的人工心脏，你该还他了。什么？不行，莫寒，我不能没有这颗人工心脏，不然我会没命的。我是因为你才滚下的楼，你怎么这么狠心，说变脸就变脸？齐莫寒，你不觉得自己很荒唐吗？你口口声声说喜欢我，可自从顾云生没有选你当未婚夫后，就一直魂不守舍，心一直在他身上。现在顾云生才离开几天，你就崩溃成这样。你有没有想过，就算我没有冒充顾云生，到最后你还是会爱上他，因为你从头到尾心里都有他，只是你自己不敢承认而已。我对他什么感情，不需要你来告诉我。顾云生，都怪你，莫寒才会不要我。你等着，我绝不会放过你。云生，我们能不能见一面？我想跟你解释。反正这未婚服我也没当几天，你要是实在放不下，这位置我让给他也行。谁说我放不下他了？我那是拉黑他，永绝后患，省得他天天发些莫名其妙的短信骚扰我。是吗？那为什么拉黑个联系方式都要犹豫这么久？久吗？你盯着那个确认拉黑的按钮看了整整10秒。我那是……等等，段青言，你该不会是吃醋了吧？胡说什么呢？这杯咖啡太烫了，我去给你换杯凉一点的。你撒谎的时候耳朵很红，还敢说你没吃醋？喂，吴小姐，您有一份加急文件需要签收，我现在在您家门口。这个点儿，好，我马上出来。我出去一下，你等我一会儿。都出去20分钟了，怎么还没回来？段少爷，我在别墅门口捡到小姐的手机，小姐不见了。糟了！周俊，立刻搜查全江州，找到顾医生。喂，齐少，你猜我刚才在帝豪酒店看见谁了？你们家那位顾大小姐被个陌生男人扶进电梯了。什么？要我说，这顾大小姐也真是的，刚订完婚，怎么又和别的男人拉扯不清啊？你弟弟在改变历史。林小姐，人我已经带到酒店了，您放心，我绝对会好好照顾她的。小姐，我见过的女人不少，但像顾大小姐这样的美女还是头一次啊！滚开！你敢碰我一下，顾家绝对不会放过你！美人儿，别喊了，谁都听不见。还有多久到？少爷，前面就到了。前方800米右转。小野猫还挺烈，宝贝儿，马上你就没力气挣扎了。一会儿哥哥让你好好享受享受，别害怕。你敢？不要！快放
我要他生不如死。没事了，没人能伤害你了，我带你去医院。顾云生呢？你对他做了什么？他被一个姓段的带走了。找死！你也配碰他？顾云生啊，我的妻子轮不到你过问。病人醒了，大使可以进来了。我来。你来干什么？我来照顾你。照顾？托你女朋友的福，我现在确实需要照顾。是他干的，你放心，我绝不会放过他。你先好好养身体。我的妻子不劳其什为心。你的妻子，要不是云生为了气我，会跟你这种垃圾在一起？云生，你跟段青野这种人在一起不会幸福的。你可以跟我赌气，但你没必要搭上自己的婚姻。你赶紧跟他离婚，好不好？幸不幸福不是你说的算，只要云生开口，我随时可以签字。你想离我的婚吗？不想，我永远都不会和段青野离婚。好，刚才医生说你身子没什么大碍，但我还是去给你拿点药调理一下身体。一会儿我们一起回家，不对，是回婚房。我们的婚房已经布置好了。好，对了，我想吃你上次做的红酒烩牛肉，你回去做给我吃。好。顾医生，你当着我的面跟他含情脉脉的，你是当我不在吗？齐先生，我和我丈夫在一起，需要经过你同意吗？不想看可以走，我要休息了。走吧。云生，别跟他走。云生，你难道你真的要为段青野不顾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吗？我们是夫妻，你才是那个外人。还是段少爷对我们小姐好，你看，不仅亲自给小姐布置婚房，还买了这么多礼物。是啊，之前都说小姐最不可能选的未婚夫就是段少爷，我看啊，明明段少爷和我们小姐最般配。快别说了，段少爷带小姐回来了。小姐，你总算回来了，再不回来，这婚房都要布置成花了。这都是你亲自安排的？我带你去卧室，里面有惊喜。神神秘秘的干什么？连我的眼睛都蒙上了，你该不会是金屋藏娇吧？我除了你这个娇娇，还能藏谁？先别沾，一会儿你就知道我要给你的惊喜是什么了。云生，以后这里就是我们的家了。莫奈的睡莲，胡桃木书桌，墨绿色的床单，银杏刺绣的枕头，这些全都是我喜欢的东西。这些布置你还喜欢吗？段青野，你怎么知道这些都是我喜欢的东西？还说你没有偷偷暗恋我。我们从小在一起吵吵闹闹的长大，我知道你喜欢什么东西，有问题吗？是啊，前世我的心一直放在齐墨寒身上，却不知道真正对我好的人就在身边。这里要金丝楠木。对了，书房要装得大一点，墨寒喜欢看书。小姐，这明明是你们俩的婚房，但是齐少爷却看都不来看一眼，所有的事情都要你做。对了，窗户那儿还要再养几盆小铃兰，我记得墨寒喜欢。或许老天让我重活一世，就是为了弥补前世的遗憾。你布置的这间婚房我很喜欢，谢谢你。不过段青野，这金丝楠木的椅子不便宜，光这一把就价值几十万，而且有市无价。
你是哪来这么多的钱买这些名贵的家具的？说起来，上次在拍卖会你也是点天灯，一掷千金，你什么时候有这么多钱？这你就别管了，你只要知道你家男人会赚钱就可以。也是，前世我选择嫁给齐墨寒之后，段青也就北上创业，不出3年就成为京市最有权势的新贵。就是在那时候，我才发现，原来他假装纨绔，只是一直在掩盖自己的锋芒。好，我相信你。你还真的这么相信我了？不怕我的钱是偷来抢来的？不，我相信你，因为你确实是一只潜力股。我顾云生看上的还有不好的男人吗？齐墨寒除外，那是我眼瞎。不过，我们结婚了，我有些要求要向你提出。我呢，这个人有点大男子主义，以后家里所有的活都得我干，碗只能我洗，地只能我拖，衣服只能我晾，知道吗？段青野，照你这么说，我在家里岂不是什么都不用干了？你想得美，你啊，你要好好开心，好好享受，好好的为自己而活。你有事的话，先去忙吧。我接个电话就回来。妈，你早不打晚不打，这个时间打电话来干什么？怎么一开口就这么大的脾气？怎么，你亲妈给你打电话还要向你的特助报告啊？你不把儿媳妇带回京市给我们看看，我就亲自来江州。我现在就在你们楼下，快来接我！什么？妈，你搞这么大阵仗干什么呢？停下，都停下！你这臭小子，为了追女朋友，心甘情愿在江城隐姓埋名这么多年都不肯回家，如今好不容易修成正果，我这个做婆婆的还不能来看看我的儿媳妇？儿媳妇，我来啦！妈，我不是说了，等改天家宴我会亲自给你介绍明星的。那不是段青野吗？怎么跟一个女人拉拉扯扯的？七哥，该不会段青野背着顾云生出轨了吧？家宴要等到3天后了，我现在就想看看我的儿媳妇，不行吗？我盼星星盼月亮，天天求神拜佛，希望你能找到一个好女孩要你。你看看这些，碧莲雅岛的翡翠天鹅耳环，温斯顿40克拉的蓝宝石钻戒，我东西都带来了，你就让我上去瞧一眼云生那孩子吧。妈，我知道你很想见他，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我到现在都没有公开我是京师伯家的太子爷，要是你突然出现，吓到你儿媳妇了怎么办？要是你儿媳妇接受不了，被吓跑了怎么办？那可不行！我隐瞒身份这么多年，终归是欺骗了云生，也欺骗了顾老爷氏，一定要找一个正式的场合公开身份，向他们认真解释才行。也是，这样也好让顾家知道，我们伯家是认真的想要结这门亲事。3天后的家宴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届时我会向顾老爷子公开我的身份。对对，儿子，这事儿可不能马虎，不然人家以为你隐瞒身份住在顾家这么多年是别有所图呢。除了他，我能有什么可图的？3天后就是顾家家宴，为表我伯家的重视，届时云生给了你多少的彩礼，我们的聘礼就翻10倍，奉还给顾家。您说了算。儿子，这是1958年份的茅台酒，这一瓶是你爷爷年轻宠的时候在苏富比拍卖会上以上亿的价格拍卖来的。我和云生不喝酒。臭小子，谁说送给你？这是送给顾老爷子的。你娶了人家唯一一个宝贝孙女儿，不得自己也拿出压箱底的宝贝来换？拿着。好，我一定会送到顾老爷子手上的。妈这辈子没有别的愿望，能看到你结婚，过得幸福，妈就放心了。七哥，你看，段青野明明已经是顾云生的老公了，却在光天化日之下把另外一个女人搂在怀里。或许是我们误会了，也未可知。哎呀，这还有什么误会不误会的？你非要看到他们俩亲在一起，才觉得是段青野出轨了吗？我去，这个女人的年纪明显都30、40了，再大点都能做段青野的妈了，她竟然也下得去口。这女人穿着打扮非富即贵，身后还跟着这么多保镖。我倒是想起
前段时间青野在拍卖会上为了送云生琵琶，花了上亿点天灯。上亿？他段青野跟我们一样都是顾家的养子，身上哪来这么多钱？莫非你怀疑段青野是在外面被富婆给包养了？段青野疯了，已经有顾云生了，还敢在外面这么乱搞？他是有多缺钱啊？不行，这件事我必须马上告诉顾云生。七哥，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七哥，你这是什么意思啊？顾云生现在认定了段青野，你就算是把照片发给顾云生，他也一定会以为是我故意搞的。他现在已经完全不相信我。那怎么办？难道就看着顾云生上当受骗？这个段青野真不是个东西，有了顾云生还左拥右抱。七哥，我不是在内涵你的意思啊。七哥，那你打算怎么跟顾云生说这件事儿？3天后就是顾老爷子的寿宴，届时老爷子还有顾家所有的人都会参加宴会。如果我在寿宴当天公布这个消息，段青野就算是有100张嘴也解释不清。对啊，七哥，还是你行，说不定顾云生看透了段青野的德行，又对你回心转意了呢。七哥，我觉得你可以再争取一下。顾云生暗恋了你那么多年，怎么可能说放弃就放弃？说不定只是赌气赌得下不来台了，没办法才嫁给段青野。我知道他的性格，但他也知道我的性格，我是不会这么轻易放手。我会让顾云生知道，他跟我才是命中注定的。3天后的寿宴，段青野，我一定会让你身败名裂。博少爷，别忘了给顾老爷子的贺礼。来的路上匆忙，还没来得及包装，就找了个塑料袋套了一下。没事儿，云生跟爷爷都不是那种注重包装的人。这里是江州，我的身份是顾云生的丈夫段青野，不要随便叫我博少爷。是，段少爷。夫人说了，这瓶酒只是一个彩头，她现在已经准备从酒店出发了。半小时后，夫人会携带100亿彩礼到达顾家。顾家对我有养育之恩，顾云生更是我唯一的夫人。这一次家宴，我要让全江州都知道，顾家正式跟京师国家联姻。顾家有了这机会，从此必然稳坐江州第1大世家的地位啊！好了，不说了，我先进去了，你先走吧。小姐您来了，这些都是齐墨寒送来的寿礼，我本来想帮你丢掉，但他是送给老爷子的，没事，放那。少爷您来了，我帮你把寿礼放好。不管你送什么，爷爷都会高兴的。是啊是啊，礼轻情意重。听说少爷之前为了给小姐买琵琶，在拍卖会花光了所有的积蓄，这件事原来是真的。顾云生，你放心，既然我当了你的未婚夫，就要给你最好的，这样所有人才知道你没有选错人。有你这份心，我就知道自己没有选错人。段青野，看见没？客厅里的所有礼物都是齐哥送的，你呢？你送的是什么东西啊？段青野，你要送的寿礼，不会就是你手上那瓶寒酸的酒吧？这可是爷爷的80大寿，你开玩笑呢？齐哥，来，所有人都来看看，他那个破塑料袋子套着的酒，超市里50块一打，他竟然当成寿礼，简直让人笑掉大牙！江宇，你别太过分了，这里是顾家。云生，我知道你想维护段青野，可是爷爷寿礼，他就送这么便宜的酒，这不是在打你的脸吗？是啊，云生，早知道当初你还是跟齐哥结婚好。你看齐哥今天送的礼物，满满一客厅，多么有诚意。满地的礼物又怎样？我顾云生看不上。只要是段青野送的，我觉得就是最好的。
顾云生，你这就有点蛮横无理了吧？蛮横无理的是你们，一群人在我家对我的丈夫出言不逊，谁给你们的胆气？吵吵闹闹的都在干什么？爷爷，爷爷，云生、青爷，你们都到了，既然到了，那就入座吧。爷爷，齐哥这么大个人，今天又给您送了这么多寿礼，您怎么能对他视而不见啊？我早就将他逐出了顾家，还来干什么？爷爷，就算我现在不是顾家人，您养了我这些年，今天是您的80寿宴，我也该过来给您送些贺礼。知道了。不是爷爷，您就这个态度？爷爷，这是我送给您的酒，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青爷有心了，你怎么知道？老头子就爱喝这口酒，快快快，倒出来，我们大家都尝尝。爷爷偏心的可真厉害啊！爷爷，这就是您的不对。哦，你想说什么？齐哥今天送了这么多寿礼给您，您对他不咸不淡的，偏偏这个段青野送给您的酒，超市里50-60块一瓶，到处都是，您倒只给他好脸色，这不公平吧？有什么不公平？段青野是我的孙女婿，齐墨寒是什么东西？今天能让你们来参加寿宴，都已经是格外开恩。捡了芝麻丢西瓜，把榆木当珍珠的瞎眼东西，我顾家还不欢迎呢。爷爷，我知道我以前做错了很多事，但今天是您的寿宴，我只是来为您祝寿的。齐哥，你何必藏着掖着？你不说，我帮你说了。齐哥，如今已经拿到了京市薄家的投资。薄家投资？太子爷，齐墨寒那边缺资金周转，我已经按照您的要求给他放款，并跟他签下了对赌协议，1年后连本带利归还3倍资金。我知道了。是啊，齐哥还打算在江州成立公司，未来整个薄家在江州的产业都由齐哥打理。到时候齐哥有了薄家相助，我敢保证，不出3年就能跟顾家平起平坐。爷爷，你不如重新衡量一下墨寒跟云生的婚礼。我还以为齐墨寒要宣布什么大消息，原来就是拿到薄家的投资。段青野，你一个穷的只能拿来一瓶破酒的人，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这可是薄家，京城薄家。这瓶酒只是我送来的第1份礼物，接下来还会有别的礼物送到这里。别在这里惹笑话了，段青野，你酒都是假的，还能有什么礼物到场？薄家老夫人会亲自替我代理过来。好。爷爷，什么事这么激动？京市薄家的老夫人季淑华要亲自登门祝贺。爷爷，你说的京市薄家，不会是京市第一财阀的薄家吧？是，就是他。可是，季老夫人为何有我的电话？还说他……爷爷，他什么？他是来送聘礼的。爷爷，你是不是听错了？怎么会是送聘礼？聘礼不是要娶姑娘吗？会不会是送寿礼？爷爷没有听错，就是送聘礼，是我吩咐让他们送的。段庆生，你没本事就别在这瞎掺和了。薄家就算是要送礼，也是看在齐哥的面子上。你疯了吧？薄家送聘礼还能是冲着你来的？你算什么东西，也配让薄家为你办事？齐哥，我看这聘礼8成是薄家看中了你，想和你们齐家联姻吧。毕竟整个江州能和薄家攀上关系的，也就只有你了。爷爷，薄家很可能是因为我前段时间在京市谈成的合作，特意来表示诚意。毕竟薄氏最近在江州的几个大项目，都是通过我牵线搭桥的。段青野，我知道你想在顾家面前表现，但有些事不是靠嘴皮子就能争来。就是，段青野，你少在这装模作样。待会儿薄家的人进来，我看你怎么收场。不用跟他们做口舌之争，一会儿聘礼到了，就知道是谁送的。段青野，你怎么可能认识京市薄家的人？这时候就别逞能了。老爷，小姐，段少爷，薄家的礼物真的到了。京市薄家聘礼到。顾老爷子，我等奉老夫人和少爷的命令，向顾家奉上现金20个亿，私人岛屿20座，豪华游轮40艘。除此之外，老夫人还将赠予顾家大小姐20%薄家的股份。20%的股份？季老夫人是不是弄错了啊？这可是薄家的20%的股份啊，市值可是有几千亿啊！那小姐不是一下子身价就上千亿了？保镖大哥，你们是不是弄错了？为什么薄家要送我这么大的礼物？
一定是送错了。薄家怎么可能无缘无故送顾家这么多东西？就是整个江州能和薄家搭上关系的只有齐哥，这些聘礼肯定是薄家误以为是齐哥和顾小姐之前的婚约才送。没错，薄家一定是搞错人了。谁说薄家的聘礼是送别人的？我自己的老婆，我自己的岳家，我想送多少就送多少，不行吗？不可能！段青野，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还真把自己当薄家的太子爷了？为什么不可能？如果我就是薄家太子爷，七哥，他肯定是在打肿脸充胖子。他看到你搭上了薄家的线，为了不在顾老爷子面前丢人，才故意说自己跟薄家有关系。对，如果段青野真的跟薄家有关系，那为什么这么多年薄家从来没有来过江州？七哥，你别忘了，你手中还有段青野的把柄。段青野，既然你说这些贺礼都是你送的，你一个赛车手能赚多少钱？买得起多少寿礼？光是这几本房产证加起来就已经价值上亿了。你敢不敢告诉所有人，你这笔钱是从哪来的？当然是自己的钱。我呸！还你自己的钱？曲哥，事已至此，看来段青野是决定死的。那你也不用给他面子。你仔细看看，这些都是什么照片？这……段青野，你的这些钱都是在外面当富婆的小白脸，靠着婚内出赚来的。段青野，照片上的女人，你敢说自己不认识？我当然认识。余生，你听到没有？段青野他承认自己出轨了，他根本就不是你可以托付终生的男人。段青野，你告诉我，你真的出轨了？余生，相信我，我没有。好，我相信你。余生，所有的证据都摆在你眼前了，你还要相信段青野吗？顾云裳，这个段青野是不是给你下了什么蛊啊？能让你对他这么死心塌地？各位，我只是说我认识照片上的这个女人，并没有承认自己出轨吧。段青野，事到如今你还有狡辩的余地吗？不是出轨，你为什么跟他姿态这么亲密？只是看到我跟他姿态亲密，你就这么信？如果我说我不仅认识照片上的女人，今天还要带她来现场，又如何？爷爷，我相信青野。爷爷，你相信我，今天的这个场，照片上的女人非来不可。青野，你糊涂啊！余生有什么不好的？你竟然要这样背叛他！应是薄家老夫人季淑华到。妈，云生还不快叫妈？妈，好，我今天终于看到了我的儿媳妇了。等等，妈，您是季老夫人，段少爷叫您母亲，那段少爷，没错，段青野就是我的儿子，也是京市薄家的太子爷。不可能，你不是，你就是那个齐墨寒，有眼无珠抛弃我儿媳妇的渣男。不可能，不可能！你不是包养段青野的富婆吗？心丧了，看什么都不脏。亲家公，今天我替你做主，把这几个跳梁小手赶出顾家，如何？原来照片上的人是您是青野的母亲，原来是一场误会啊！都听季老夫人的。来人，把这3个人给我轰出去！一直听小野念叨你，他之前还不让我来看你，今天啊，终于见着你了，果然跟我想象中的一样，乖巧漂亮。老夫人，这太贵重了。还叫老夫人？妈，哎，真好看，不愧是我儿子惦记了10几年的姑娘。段青野竟然是京师薄家的太子爷，我不是在做梦吧？这些年真的是我们小瞧他了。这样一看，确实是我配不上云生。我说，云生他确实值得更好的人。我真没想到，你竟然是薄家遗世在外的血脉。这件事，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云生，我之前就考虑过告诉你，但是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那时候我以为你要跟齐墨寒结婚，所以在我得知我是薄家太子爷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打算藏在心里，等你婚后，我就启程去京师，然后在京市扎根，永远不回江州，对不对？你怎么知道？因为前世你就是在我婚后不声不响的去了京师，一辈子没有回过江州。青爷，现在你是京圈太子爷，你我身份悬殊巨大，适合你的好女孩太多了，你没必要选择我。其实我当时跟你在一起，一开始也有想快点摆脱齐墨寒的原因在。现在我可以给你一次机会，你可以放弃我，选择别人。
余生，除了你，我这辈子不会再选别人。好。余生，能给我5分钟吗？有些话想当面告诉你。青爷，你先去里面等我好吗？好，别太久。你还记得这个吗？我们10岁的时候一起埋下的时光胶囊。你写给我的那封信，我看了。对不起，我终究没能兑现小时候的承诺。20岁的顾云生，当你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我们一定都长大了。如果那时候你没有成为我的新娘，你也要记得幸福哦。那天在医院，你推开我的瞬间，我就明白了，我们之间已经走到了尽头。只是这份执念让我没法放弃你。当我知道段青野的真实身份时，反而释然了。云生，或许从一开始就是我配不上你，祝你幸福，真的。齐墨寒，感情里从来就没有什么配不配得上。就像小时候我们一起种的那棵梧桐树，它不会因为栽在花园还是野地就改变生长的姿态。只是有些缘分就像季节，到了该落叶的时候，再强求也留不住。不过还是谢谢你的祝福。雨下在我窗前，玻璃也在流眼泪。重活于世，希望你也能幸福。原来他也重生了，难怪这一世他没有选我，选择了段青野。原来他早就伤透了心，选择放手。只有我还以为我们一直有机会。段青野一个大男人，东西怎么这么多？整理了1个月的婚房都还没整理好。拍卖证书，博先生。拍卖证书，博先生。1200万，1200万第一次，1200万第二次，1个亿，成交！恭喜博先生。你好，能不能麻烦您将刚才拍卖这个琵琶的先生的联系方式给我啊？你说那个博先生啊，他是个琵琶收藏家，他说了那是无价之物，不卖。原来前世是段青野替我拍下了这把琵琶，他一直都知道这把琵琶对我来说有多珍贵。喂，请问是博先生吗？我是顾云生。你不要误会，我只是听说博先生在江州是非常有名的琵琶收藏家，我恰巧拿到了博先生的联系方式。后天是我的婚礼，我想邀请博先生来参加。好，那明天下午3点南街见，我想亲自把邀请函交到博先生手上。可以。这个段青野明明约好3点，现在都3点17分了。回头。想不透，你让我博先生，段青野，你这个骗子！我骗你什么了？某些人啊，明明从小就一直在默默关心我、保护我，知道我所有的喜好，喜欢什么，讨厌什么，还天天嘴硬不承认抬头。万一你又欺负我段青野，你喜欢人的方式就是一直欺负我。你眼中的只有齐墨寒，我要是不这样做的话，你哪能把我放在心上？是，我从很小的时候就一直喜欢你，所以余生，虽然明天就结婚了，但是我还是想问你，你愿意嫁给我，让我成为你一辈子的依靠？我愿意。恋爱霹雳开启，我会一点一点想你，一天一点放在心里，等到那天终于靠近，连